凌晨4點半，成個河源仲未瞓醒，袁國瑩同太太林少君已經起身，為一日嘅生活忙碌。你那個大盤啊，拿出來啊！新鮮豬骨準時送達，肉上面仲有餘溫。細細嘅廚房裏面，幾個人麻利咁分工合作，食材處理亦有條不紊咁進行。新鮮殺，後半夜殺的，一般情況就150左右，要禮拜有時就多一點，禮拜有時160、170、180都說不定。不要用冷水，一定要燙水，沒用的東西啊。油啊、白色的這些全部都要去掉，有些部位你不去掉，它會腥的。習慣就不累，習慣就很好看的。哪一行都辛苦呢？你別看那個殺豬的、賣菜的那些多辛苦的，是吧？骨湯要好飲，骨頭量就冇得少。作為河源第一家早餐賣豬骨湯嘅店，呢煲湯30年嚟從來都冇科技與狠活。全靠袁國瑩對新鮮同原味嘅追求。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，每天成本要幾千塊錢呢。像我們自己去買骨頭來熬湯也一樣啊，凍的跟不凍的熬起來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。我們對衛生還是要比較講究的，因為看起來比較舒服，自己也每天要吃啊，是不是？煲骨湯需要時間，袁國瑩開始處理8刀湯嘅材料。主要就是粉腸、豬粒、豬肺、豬肝、豬肉，還有冬菇。當然，一切食材都只係配角。河源美食嘅實力派，仲要睇本地產嘅米排粉。包上了之後，它撈起來，它就自然會軟掉，就很好。一日之計在於晨，一晨之計在於粉。每日朝早嘅準備時間都係非常緊迫。兩夫婦同工人各司其職。臨近7點，一切終於準備就緒，巷仔熱鬧起身。將米粉浸入煮滾嘅骨湯裏邊，筷子撩撥，6、1、2分鐘就快速撈起。本地人習慣叫米粉做米絲，絲米粉吸附咗骨湯精華。滑嫩嘅米粉仲保留住稻香嘅細膩同溫潤，配埋鮮香嘅豬骨湯，用力吸一啖，清晨成個人都被喚醒。食米粉要去街頭巷尾，喺熱辣辣嘅晨光裏面，一碗豬骨湯，一碗米粉，搭配幾個肉丸。湯清味甜，豬骨軟爛，米香肉香飄滿晒成條巷仔。唔中意食湯粉都可以選擇蒸米粉。蒸米粉水分少，口感更加彈牙，再加啲青椒圈，喚醒沉睡嘅腸胃，提振拼搏生活嘅精氣神。吃了10來年了，10年如一日，剛剛好吃，天天不吃天睡不着，吃早餐必選之地。經常吃辣的，現在吃點這個感覺很舒服。以前跟他談戀愛的時候，來到店裡，感覺總是覺得他們生意很旺很忙。我幾乎都是來這裡都是要幫忙，幫了才去上班的。有時放1、2天假，客人好多有意見了。我們放假那些熟的客人都得去通知他，就是說來過好多次了，他這邊骨頭很新鮮。是啊，很新鮮。一定是吃大骨米絲，辣椒圈才是靈魂。河源人如果說吃米絲沒有辣椒圈的話，就是感覺少了點什麼。講到靈魂辣椒圈，出自袁國瑩嘅精心炒製，經常早市都未完就已經清晒。去外面桌上加咗青椒圈，本來溫柔嘅米線即刻多咗2分潑辣野性。
灣高溫17片牛腩嚟17片牛腩。河源米粉係百搭嘅，唔想食豬骨都可以選擇八刀湯或者搭配牛腩。提前炆好嘅牛腩酥化到起膠，又係另一番濃香。等到全部米粉賣完，已經係12點，日復一日，兩夫婦經營嘅呢間鋪頭仔，以每日辛勞撐起全家生計。生活就好似千錢百結、頭水萬千嘅米粉，但喺佢哋手裏邊，依舊可以處理到平平順順、安安穩穩，靠自己雙手將日子精製到有滋有味。喺潮汕，食物萬千變化，形成咗灰宏宇宙。而碳水食物嘅品種之多，堪稱係呢個宇宙中嘅龐大星團。炒糕果店，豬油喳喳咁響，煎到金黃嘅糕果，搭配海鮮同芥蘭炒勻，最後仲要加多殼糖粉，碳水蛋白質雙重疊加，鹹甜夢幻組合，先至係潮式碳水美味嘅正確打開方式。深夜開喺市場裏面嘅宵夜店，令人放棄睡眠排起隊，只需要一碗新鮮出爐嘅豬肉湯粉麵。喺潮汕人心裏面，食飽食好係一等一嘅大事。南海九江鎮地處珠江三角洲西緣，河涌交錯，魚塘星羅棋布，豐富嘅水資源孕育咗繁榮嘅水產養殖業。九江係中國加州蘆之鄉，國內嘅加州蘆魚苗每10條裏邊就有6條嚟自九江。幾斤蕉？撳緊計算機嘅係地地道道嘅九江人關東權，大家叫佢東哥。6775，今日割咗，估計又16000斤到啦。多金啊 ？O 唔 OK 啊 ？A 貨，認住光頭佬啊！應該養咗咁多年魚，今年係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噶啦，算大豐收。東哥專業養魚33年。高中畢業之後就決定做呢行，但爸爸強烈反對。開機耕種尋死路啊嘛！洪阿媽借咗2、3萬蚊，我開始起家嘅。其實養魚揾唔到快錢，只有唔夠一步一個腳印。800年前，南海九江係桑基魚塘嘅發源地之一。由於養蠶嘅經濟效益下降，呢個產業已經逐漸消失。隨住養魚事業越嚟越順，東哥開始着手自己嘅另一個夢想。呢度係桑膶，桑膶咧一般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。咁呢啲桑葉咧就要嚟餵蠶嘅。東哥自細喺桑基魚塘邊長大，對其中一道美味佢特別記掛。當然，更重要嘅係復現養蠶體驗，喚起大家對呢種傳統生態模式嘅記憶。得啦，多得滯啦，佢一係你攞去可以啦。桑咧就用嚟餵蠶，蠶食咗啲桑咧，留低啲蠶屎咧要嚟餵魚。啲魚食咗之後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，形成咗一個毫無污染嘅生態鏈出嚟，所以就叫做桑基魚塘。進入50期嘅蠶 BB 會瘋狂咁進食，為吐絲儲備營養。1個星期之後，蠶 BB 嘅身體會變成透明，排嘅蠶沙會比之前大1圈，仲可以見到未消化晒嘅桑葉渣，咁就意味住佢準備吐絲結繭啦。準備結繭之前咧就唔食桑乜滯嘅，靚嗰啲蠶咧就有浸油嘅，發光嘅。呢個轉晒白蠟色啦嗱，呢個又熟啦嗱，放咗落去等佢結繭啦。喺繭裏邊，幼蟲逐漸發育成肥嘟嘟嘅蛹，身體結構發生顯著變化。呢個時候，慢慢形成咗一道獨特嘅風味。蠶蛹富含蛋白質，緊實嘅肉質，帶住奇妙嘅堅果香味，係食家眼裏面嘅好餸。今晚嘅主廚係太太阿爽，
主打花旦係自己養嘅竹身蠶蛹，降火嘅桑葉，劈聲嘅紫蘇，提味嘅蘿蔔潤同增香嘅辣椒仔已經提前備好。想令蠶蛹更加香，有個小秘訣，就係先細火將蠶蛹嘅水分煎乾備用，然後重新熱鑊，落配料爆香，再將之前蠶蛹倒入去猛火急炒，鮮香氣就即刻湧晒出嚟。蠶蛹嘅金黃焦香，表皮香酥，內裏鮮嫩，搭配甘甜嘅蘿蔔潤同清新嘅紫蘇。鹹甜之中帶少少辣，餸飯啱啱好。蠶 BB 中意食桑葉，老廣都中意，而且食得仲刁鑽過蠶 BB，淨係攞啱啱生出嚟嘅桑潤部分。一陣用皮蛋、瘦肉咁滾嘅咋，起鑊咯。但對老廣而言，最中意嘅仲係上湯桑葉，焯水去澀味，撈起擎乾。將皮蛋同適量清水放入去，滾2-3分鐘就可以食得。桑葉嘅草木清氣比枸杞葉要濃少少，入口細軟。靚女，今日大豐收啊！捉咗2條鱸魚翻嚟加餸。可唔可以咧？清蒸啊！哦，清蒸啊！咁我去搞掂佢先嚇。好。喺九江，加州鱸嘅食法多過20種，但阿爽最中意嘅仲係原條清蒸。出鑊嗰陣再淋埋蒸魚豉油，呢個係對鱸魚嘅最高禮遇。細個嘅，下條頭。今日嘅晚飯有特殊嘅意義，因為仲有3日就到九江鎮嘅大喜事。東哥特登叫啲兄弟去屋企開動員會。老廣講究意頭，東哥叫咗生魚片，要攞個彩頭。撈嗰陣一定要講句吉祥話。係啊，食啖粽啊，好靚啊，啖粽啊，我好先啦。飲波飲酒啊，越嚟越多好朋友。係咪啊？養魚係東哥嘅經濟基礎，復現桑基魚塘係個人理想。而扒龍船就係身為一個九江人嘅精神追求。九江嘅龍舟賽與眾不同，佢唔係端午，喺國慶搞。大賽在即，起龍係第一步。東哥同一班兄弟喺炮仗聲中齊心協力，喚醒300幾年嘅老龍船。以前裝船咧，呢啲釘咧就入咗好深嘅，即係喺裏邊嘅。但係而家咧嗱，全部突晒出嚟。幾百年嘅老龍，呢度歲月留嘅痕跡啦。為咗扒龍船嘅傳統可以代代相傳，東哥覺得細路應該自細上船體驗。啱先半頭水得攞潑水啫嘛。喺九江，國慶龍舟節嘅熱鬧程度甚至超過咗春節。當地人話呢個咪就係九江佬過年啦！一隻隻五彩繽紛嘅龍船喺河道裏邊招搖巡遊。各隊注意，預備！一聲號令，龍船箭咁飆出嚟。東哥喺船尾掌舵，根據兄弟嘅加速控制住龍舟嘅航向。隨住最後一掌落嚟，團隊失之毫厘，只係得到季軍。激烈嘅比拼暫告一段落，但打氣嘅龍船飯先至啱啱開始。東哥唔服輸，決定明年再戰。而家為美食與兄弟不可辜負，象徵龍歡鳳醉嘅九江醉翁雞，寓意紅紅火火嘅燒肉拼盤，美美都係意頭菜。盛夏7月，又到咗一種特別果實嘅收穫季節。
一粒粒掛滿咗枝頭，搖搖欲墜。大家行喺路度，經常會收穫從天而降嘅驚喜。哇，真好多啊！未做處理嘅人面果清脆欲滴，上面嘅雀斑係陽光錫佢嘅印記，但食起身就好酸澀。當果漿喺口腔度炸開，酸味四濺，令人打晒冷震。喺乳白色嘅果肉下，竟然收埋咗張人面，呢個騎呢樣令佢起提人面果嘅稱號。喺四會當地就叫佢銀臉。自細喺石寨村長大嘅黃秀群，對製作人面果好有心得。阿嬸整人面醬喎，係有，我會10樽咯。自製嘅涼果同果醬好受歡迎，村民都會過嚟預訂。人面果樹易種難收，10棵樹裏面有1棵結到果就算唔錯。從種落到收穫，起碼要等10年。但只要掛到果，就基本上年年都有得摘。今年後院種咗13年嘅樹，終於要開始結果。先生同個女嗱嗱聲上樹摘落嚟，試下頭啖先。夠未啊？你 OK， 好快啦，我哋。新鮮嘅人面果自帶清香，用刀輕輕拍碎，加食鹽醃10分鐘，用純淨水洗乾淨之後，再加食醋、砂糖、芫茜、小米椒，酸甜辣香撈埋一齊，一味消暑開胃嘅夏日限定美食就搞掂啦！媽，我整好咯，攞啲俾你試下，嚟啦！你試下睇味道如何？加蒜頭落去，我哋唔夠好食。哦，係喎，冇諗到。好，咁我再加啲蒜頭落去。石寨村早喺500幾年前就開始種人面果，有住人面果之鄉嘅美譽。而家村裏面有118棵古樹，最老嗰棵高齡500歲，身高21米，掛果可以達到500幾公斤。自己種嘅頭道果澀味偏重，遠遠達唔到群姐嘅要求，於是佢將目光放咗喺100年古樹嘅果上。但村裏面規定，只有喺拍賣會上中標，先至可以採摘古樹嘅人面果。而家開始投票。村長話音剛落，競拍嘅村民已經開始出價。300，仲有冇人揀啊？成交。村裏面嘅人面果獵人黃師傅最終中咗標。黃師傅即刻宣示領地，佢用竹籮同自製嘅竹鈎，好似蜘蛛俠咁靈活咁穿梭喺茂密嘅枝葉裏邊。因為日照充沛，樹頂嘅人面果更加大隻。黃師傅要避開脆弱嘅枝幹，揾到着力點，繼續向上爬。採摘嗰陣，勾住人面果嘅動作要小心。如果唔係一跌落地，啲果就會碎裂，賣唔到好價錢啊！16、17歲就銀鏈啦，人工摘佢就唔裂咧。如果係多落嚟嘅爛咧裂咧。而家邊度有年輕人上啊？呢啲古樹又高又難摘啊！落銀鏈啦！甚至群姐性急，睇住數量差唔多，黃師傅就打通咗電話。你過去攞銀鏈喎，我摘銀鏈翻嚟喎。哦，好啊，摘好啦，唔該你吓。OK， 咁我轉頭過嚟啊。 7個人先攬得住嘅人面古樹根深葉茂，所產嘅人面果酸中透甜，回甘快，餘味特別悠長。揀啲靚嘅俾我啊！揀啊揀！我哋要買幾多斤喎？有咁多買咁多咯。精挑細選到中意嘅人面果，群姐心滿意足，準備開始製作佢嘅拿手果品。
脆弱嘅果肉令人面果嘅儲存變成咗一場同時間嘅賽跑。喺廣東最常見嘅製作方式就係做涼果同醃製成醬。石寨村好多人家都識做人面果，群姐諗住等個女都學下。啲果清洗完之後加入石灰水，咁樣人面果嘅澀味就會被退去，果皮都會變得柔軟細膩。媽，咁呢啲銀面浸灰水要浸幾日啊？浸2天時間就可以啦。哦，好。時間一到就要洗乾淨，如果唔係會影響涼果嘅口感。浸完嘅人面果自嫩嘅青色退去，變成咗黃褐色。白醋同豉油係醃製人面果嘅黃金拍檔，同醋按1:1嘅份量放入樽裏邊，確保醋香可以滲透果肉，鎖住果香。再加入適量嘅白砂糖之後封罐，最少3日成禮。用豉油醃製嘅話，都係一樣做法。好，得啦，2、3日可以食得啦，玲。好嘢。醃製好嘅糖醋人面果，表面折射誘人嘅光澤，酸得鮮明，甜得清爽。而深褐色嘅豉油人面果，口感亦都唔單調，果香同醬香激烈碰撞，鹹味打底，幾種口味通透伶俐，令人消暑解熱。為咗留住應季嘅鮮，群姐決定等屋企人最中意嘅人面果炆鴨限時返場。揀120日嘅麻鴨，切塊之後同薑蒜一齊翻炒，直到鴨皮炒到變成金黃色，就可以加入蠔油調味。冚蓋炆10分鐘，鴨肉喺鑊裏邊吸收醬汁嘅精華。煮銀鏈煮鴨，夏天可以燒製，大人細佬都中意食。鑊蓋一揭，香飄4日。人面果帶住醃製後嘅香甜，最後入鑊，大火爆炒收汁。鴨肉吸飽人面果獨有嘅酸甜味，帶住奇異酸香，直衝天靈蓋，爽啊！今晚群姐仲準備咗一味隱藏美食秘製人面果醬，佢揀咗脆嫩嘅人面果，拍碎去核備用。拆開佢，揀開啲核之後，就要剁肉就得啦。熱鑊之中，豬肉嘅柔潤、紫蘇嘅清新同辣椒嘅熱烈，釋放出誘人嘅香氣。跟住人面果跳入鑊度，等果皮炒到微微巢起嗰陣，加入面豉醬。可以上碟啦，好香甜啊！俾啲俾你試下。好啊，好啊。本來味道豐銳嘅人面果喺面豉醬加持下，多咗2分順口柔和，令到豬肉香又唔漏。銀鏈醬嚟啦，開飯啦！食飯咯！好，食飯。我去撈飯最正，最開胃。哇！今日煮嘅銀鴨比以前都好好多喎，真係。記得俾人試下。哎呀，係咪好食啊？孫仔食到人生第一啖人面果嘅味道，酸到皺晒眉頭。喺天倫之樂嘅時光，平日寡言嘅群姐展露出溫柔嗰面，酸中帶甜，劫後回甘。千帆過後，剩低嘅都係好日子。廣西北海陽光正好，劉葉芳要喺烈日底下將鮮味流傳落嚟。這個叫泥龜，我們現在已經是處理好了，現在用來曬乾，然後呢就煮粥煮湯的，煮出來味道很鮮的，北海這邊才有。貌不出眾嘅泥龜係本地人先至明白嘅美味。盛產海鮮嘅北海，有啲鮮味並唔係喺海水當中得到，要喺退潮之後嘅灘塗上揾到。潮漲潮落，劉妹計啱咗時間，叫埋啲姊妹一齊嚟趕海。
呢種睇上去唔係好靚嘅小生物，學名叫石黃，本地人起咗一個更形象嘅名泥龜。柔軟嘅泥龜其實係一種貝類，外殼退化咗之後，只能夠靠身上嘅貝眼感知光線，用靈敏嘅觸覺避開障礙物，從而感應四季變化同潮汐更迭。過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時間就多一點，冬天也沒有的。泥龜係灘塗上嘅隱形高手，褐色嘅表皮、凹凸不平嘅背部，令到佢可以喺灘塗、茅草叢、紅樹林裏邊掩人耳目。退潮之後嘅灘塗富含微生物，泥龜匍匐而行，絲滑咁掠過每一寸淤泥去尋找食物。餵食梗係會留低蹤跡啦，亦令劉妹可以揾到佢哋嘅身影。跟着他拉那條粑粑，跟着他一直走啊，看着他那條東西才認得出來，像泥一樣。以前我剛覺得撿的時候，我眼睛睜得好大，都看不到，眼睛都很酸的，都看不出來。劉妹勤快啊，差不多每天都來的，他來我們就來，我們不來他也來，撿就上癮了。就算已經有咗5個幾月嘅新人，劉妹依然每日都嚟趕海執泥龜。睇起身簡單，但係頻繁彎腰踎低，普通人都頂唔順。腰累啊，背腰啊，就有時候走得蠻遠的，1、2公里都有。那個泥巴陷得又深，沒辦法，家裡條件不允許，還要出來搞一點生活費啊。可以放個2、3天，天氣太熱的話就不太敢放。採集翻嚟嘅泥龜表面有一層黏膜，最難處理。大火煲水，關火放泥龜入去攪勻。要燙過，然後要搓洗嘛。以前都是用鹽，現在都不用鹽巴了，用鹽巴好費鹽啊，搓得又久。喺高溫作用底下，黏液凝固，撈出嚟清洗，反覆3、4次，直到泥龜表面乾爽，黏液全部洗乾淨，先算係完成。清除內臟同樣都需要耐心。肚子裡面內臟怕有沙子啊啥的，都要去掉。搞10斤的話，2個小時左右吧。指甲經常會被切到。沒有耐心幹不了這個活。泥龜高蛋白、低脂肪，一開始劉妹只係諗住幫個女補充營養，整多咗泥龜嘅美味名聲在外，越嚟越多朋友開始揾劉妹入貨。你怕不怕辣？你來這裡靠近我，等下辣到你哦。蔥也不吃，吃蔥嗎？吃哦。我喜歡吃蔥。那我煮給你吃的時候，你說不要。泥龜要食新鮮嘅，本地人中意用老雞乸嚟到燉，爆香薑片、老雞乸加料酒翻炒，再倒入沙煲裏邊燉1個鐘頭左右。先燉了湯，再爆炒一下那個泥龜肉，再加進去咯。一口鮮嘅秘訣係時機嘅把握，出煲前10分鐘加入泥龜。濃香嘅雞湯就多咗一陣海鮮清氣，入口鮮到食指大動。幫個女增加營養，劉妹選擇用泥龜煲粥。炒好嘅泥龜生蠔加入米水裏邊，煮到米粒開花，最後加豬肉。泥龜爽脆有嚼頭。熱油激發蔥段同薑片嘅香味，加青椒爆炒，最後再放泥龜，只要1到2分鐘，馬上出鑊。火候到先至可以保證泥龜啱啱熟，口感軟糯中略略脆韌，係恰到好處嘅挑逗，有嚼頭而唔會太韌。吃飯啦，吃飯啦！晚飯係一家人約定俗成嘅聚會時刻。食咩唔緊要，喺一齊先有意義。
分油。我們吃飯咯。泥龜呢種只係生長於灘塗嘅小小生物，因為自然賦予嘅鮮美，令劉妹同佢結緣。食客未必知道，每一口美味嘅背後，都經歷過耕耘同挑選、勞作同艱辛，都係承載住一個人、一家人嘅生活期盼。冇苦便有鮮。仲夏喺潮汕嘅大小菜市場裏邊，時令食材先至係當仁不讓嘅主角。天蒙光，晴海雲橋村嘅許永賢已經忙緊。正月種低嘅菱角已經到咗採收時節，小小嘅菱角船破水而行，翻開咗一束束碧綠嘅菱葉，將成熟嘅菱角輕輕摘落嚟，再將植株放翻水裏邊繼續生長。呢啲動作，許永賢做起身行雲流水。伊通只色球要攬啊，要自調嘅，伊只有夾正要青菜，這樣就好掂，這樣就冇掂啊。差唔多咧10 kg 就好掂嘅一板。特製嘅菱角船就好似個木盆仔，只可以容納到一個人。船雖然細，但係都分成3個艙。採菱嘅時候，人坐喺頭艙，摘低菱角放喺中艙，而尾艙就用嚟蓄水保持平衡。犀利嘅採菱人，一隻船可以裝到200幾斤。我眼內個袂拍準，我做準還是做水準啲正真呢？伊頭落是熱涼掛落水台咧，做有時了到底，唔曉嘛是夠準去吸料。菱盤浮生喺水面呈蓮花狀，所以潮汕人都叫佢蓮角。菱角花開喺水裏邊，好細一朵，晚黑開花，白天閉合，就好似嬌羞嘅少女。花朵綻放之後，就會生到果實出嚟，垂生喺葉片底下嘅水裏邊。好水出好菱，韓江一路奔流到澄海，水勢放緩，分成多條支流，令呢一片土地河網縱橫，池塘密布，為菱角搭建咗天然家園。雲橋亦因為咁樣成為咗遠近聞名嘅菱角村。地處亞熱帶嘅澄海，菱角要比江南一帶要早熟。豐收時節，一株菱角可以採3、4次。頂住盛夏陰晴不定嘅天氣，採菱角係一件辛苦嘅工作。真正來講是好辛苦嘅。你自己ขุ枝一掛是無響能叮當嘅，前兩隻樹落叮當啲，就基本上就最拗咯。這樣來講真係無響人愛種。喺雲橋村，菱角成熟時節需要男女老少齊上陣。許永賢專職採摘，老公同個仔負責清洗搬運咁樣嘅粗重功夫。除咗打理自己屋企嘅菱角，老公洪偉群有生意頭腦，仲去收購其他農戶嘅菱角進行加工，喺呢一個夏季爭取賺多啲。洗乾淨嘅菱角褐紅帶綠，殼薄肉飽，散發出淡淡嘅清香。新鮮菱角放入高壓煲，一啲水，一啲鹽，10幾分鐘後，好聞嘅菱角味撲面而嚟。加熱之後嘅菱角殼顏色變黑，牛魔王咁嘅外表底下係嫩白嘅內裏。每個潮汕人嘅兒時記憶都有咁樣嘅畫面，攞住菱角挖肉食，剝開一個輕輕一咬，食起身沙沙糯糯，好似食零食咁過癮。一唔小心就食多咗，飽到晚飯都食唔落。加工菱角係生意，更係一門手藝。手持特製嘅菱角刀，從最柔軟嘅肚臍位落刀切開，輕輕撬開兩邊，
一粒完整嘅菱角肉就脫殼而出。喺雲橋村周圍都可以見到3-5個人圍埋一齊剝菱角，手法嫻熟，一邊傾偈一邊手唔停。這點珍珠一根內角好掉絲聲咯。我直接食嘅蘿蔔杯嘅。伊較少有賣，正些人嘅叫就是一點鐘20根，我班人嘅300根就出。好專業咯，內角嘅應該上點多啊。新鮮嘅菱角肉鮮嫩粉白，生食有近似馬蹄爽脆嘅口感，比江浙一帶嘅菱角脆度要略高一啲。喺美食家心裏邊，鮮嘅程度要用食材同餐台之間嘅距離嚟衡量。按照呢一個標準，雲橋村民先至係鮮嘅第一批享用者。菱角排骨湯最家常，排骨焯水同菱角一齊放入高壓煲裏邊，煮熟之後只需要加啲鹽調味，再灑啲蔥花，湯水泛紅，香氣四溢。熱油爆香蔥花，倒入提前燜熟嘅菱角翻炒，再灑啲白糖提味，加水燉煮收汁。用甜味勾起鮮味，呢個係潮汕人展示鮮嘅技法。菱角喺熱油裏邊炸透，鹹蛋黃入鑊快速翻炒，等到出沙嗰陣加入菱角翻拌。菱角被鹹蛋黃均勻包住，鹹中帶甜。為咗難得嘅鮮，老廣喺後廚琢磨5味調和嘅奧秘，無論係用甜勾引鮮，定係用鹹烘托鮮，調和嘅本意就係恰到好處。恰到好處嘅分寸感，唔單止係廚房嘅奧秘，更係生活嘅智慧。入夏，揭陽稻田嘅批發市場，一場只係喺晚黑進行嘅交易如約上演。買家有啲帶住頭燈，有啲拎住小電筒，四處觀望，家家對比，只係為咗要揾到最中意嘅嗰抹鮮。喧囂從晚黑11點幾持續到凌晨，就係為咗將稻田筍趕喺天光之前送去潮汕各大市場，以最鮮嫩嘅姿態搬上餐台。揭東稻田鎮氣候溫和，陽光充足，特別適合農作物生長。呢個以筍出名嘅小鎮已經迎嚟1年中最忙碌嘅時候。有關雨後春筍嘅習慣認知喺稻田並唔完全適用。生於盛夏嘅麻竹筍先至係潮汕人餐台上嘅最愛。入夏之後，羅東面每日都要去到竹林裏邊行下。經過一啲光線之後拍料嘅包，伊就會滅青，然後就小家送，就現在就較忙嚟減土啊，為了青。現在少咗減料嘅，也冇必要做菜餸啊。伊係潛水各方面嘅為了措施。羅東面所講嘅菜筍其實就係嫩筍，本地人好菜筍嗰一口鮮甜，喺佢哋初生嗰陣就已經精挑細選。初毛土係計定噃，能碰到係送入大排，響時嘅板噃。咁落料嘅就計車熱歐學嚟拍。本地特有嘅紅土為竹筍提供咗豐富營養，加埋入夏高溫多雨，竹筍新陳代謝旺盛。冚土就係要等土裏面嘅筍產生錯覺，防止纖維老化。竹筍對水分要求高，難喺保鮮。按照本地人嘅經驗，露珠最重嘅時候，未見光嘅竹筍質量最好。
於是端午過後，筍農就保持住深夜入林嘅習慣。採筍然後大概到4月至5月，高山期大部分就有攞3點鐘，採筍大概攞300斤，光筍大概有1000多斤。喺潮汕話裏邊，挖筍被叫為打筍。羅東面撥開冚住嘅土層，順住筍葉生長嘅方向，揾準個位落鏟，伴隨鬆脆嘅斷裂聲，鮮白嘅筍肉露咗出嚟。留喺土裏面嘅，用泥冚翻住。過一排，筍眼都仲可以生翻出嚟。為咗趕早市，筍農嘅腳步唔可以停。從打筍嗰一刻起，就開始咗同時間嘅賽跑。菜筍天未光就已經被收走，剩低嘅必須要拉返屋企進一步加工。筍嘅鮮以離開土地嘅時間開始計算，因為就算離開土壤，佢嘅新陳代謝仲喺度繼續緊。放耐咗，纖維粗糙，水分流失。為咗生計，羅東面馬不停蹄，連續轉。以前也沒想到自己會回來做筍。退伍的時候在外面3年，然後我母親身體不好嘛，我從小到大很小的時候就一直在做筍，沒有什麼童年感，知道吧？我是很討厭筍的，那就生活所迫嘛，沒辦法呀。小孩我都不讓他碰筍的，安心讀書嘛。為咗增加收入，羅東面利用閒暇嘅時間，種咗將近400棵竹筍加工售賣。全天的話，我們做了一天大概將近1萬斤嘛，大概4、5個人。做的那個手酸，第2天早上起都起來，他更累，我是打雜的。大概3點多去打嘛，6點多回來，那就開始做。做到晚上7點鐘左右。筍季通常的話，一天睡個3個多小時、4個小時，這是屬於正常的。他讓自己去。我不給，也不帶去。我感覺的話，一個家庭拼幹這勞力活的話，拼到1個就行了，不能拼到2個，對吧？早出晚歸，忙忙碌碌，羅東面偶然間都會抱怨，但佢知道勤奮係通往幸福生活嘅通行證。只要肯用心盡力，單單筍就可以做出好多花樣。麻竹筍又叫甜竹筍，菜筍肥肥矮矮，比嬌小似鷹哥嘅江南筍要肥1圈。冠筍就要大好多，筍肉脆口，一般用嚟加工成筍罐頭或者醃製酸筍。只有符合餐台標準嘅麻竹筍先至會被稱為菜筍。莆田人對菜筍有住苛刻嘅標準，首先要肥大，外表嫩黃，乳白色筍面上嘅透明纖維窿必須要好似針窿咁細，食起身先會鮮嫩冇渣。竹筍嘅最佳賞味期，從離開土地到送入口裏邊唔可以超過2個鐘頭。菜筍要現食現打，剝筍皮同筍膜，手起刀落，嫩白嘅鮮筍就呈現喺眼前。喺莆田最出名嘅美食就要數炒筍果。筍絲要預先灼熟再落鑊，果條就係本地硬漿果條，水分含量比軟漿果條少，韌性好，頂得住急火猛炒。筍絲喺果條嘅襯托底下更加脆嫩，米香交織住筍香，一口入魂。喺食家同廚師眼裏邊，竹筍係獸物，用燻肉搭配更加可以顯得出筍特有嘅清鮮。莆田人習慣用鴨肉煲1個幾鐘頭，吊出湯底，淨係留低高湯煮筍塊。鴨肉嘅油脂調和咗筍當中嘅草酸，令到筍肉入口更香滑。鮮蝦筍餃都係本地特色，將炒香嘅筍粒、香菇同肉碎、蝦仁、蔥花
混合均勻做餡，包出嚟嘅餃子隻隻飽滿。多種材料雜糅出獨特嘅風味，皮滑餡鮮，鬆脆爽口。煲田酥肉更加係油脂同竹筍嘅盛大聯歡。生油燒滾，將浸過油嘅鑊鏟淋一層薄薄嘅米漿，反手鋪一層筍絲，墊一塊醃好嘅豬肉，再淋一層米漿。鑊鏟一斜，酥肉滑入油鑊，喺嘩一聲中變金浮起，卜卜脆嘅外殼，爽口嘅筍絲，仲有香噴噴嘅肉片。呢個係一味邊炸邊食嘅菜式，食呢味你係嚟唔切傾偈嘅，有理冇理，食完再算啦。5到7月係煲田筍生長嘅旺盛期，亦係最好嘅鮮食季。忙碌之餘，羅東面一家都會揸緊機會，趁鮮食幾餐先。老廣好鮮，為咗一口鮮味，跋山涉水都係等閒。對於竹筍，必須要爭分奪秒嘅油蜜，老廣當然係揸車直往，唔單止係為咗滿足口腹，亦係對生活樂趣嘅發現。酸菜筍衣煲係比較冷門嘅整法，筍衣油滑，略略焯水之後，同五花肉、酸菜一齊爆炒，入沙煲小火燉煮而成。象牙白嘅筍衣游刃喺油脂之間，帶咗山林清鮮之氣嚟。如果想要鮮得豪華濃烈一啲，咁就要上鮑魚啦。高湯煨製嘅鮑魚同筍塊一齊炆，入口有種鮮花着感、烈火烹油嘅快感。竹筍全身都係寶，入秋天氣轉涼，竹筍纖維變到粗糙，筍泡就閃亮登場。筍泡形態各異，可以成片，可以刨絲，但必須要用水嚟到煮熟晒，曬好咗先至唔會有苦澀味。煮熟之後，均勻鋪開，喺烈日底下暴曬2日，水分蒸發，竹筍內嘅氨基酸濃縮褐變，筍肉變成琥珀色，喺陽光下透出絲絲纖維，筍泡就曬好啦。日曬之後嘅筍泡可以存放到2-3年。